在谈到两岸时候，往往都会骂民进党、骂台独、骂美国。难道中国大陆这边都没错吗？想要用联合国的标准确定自己的地位，ECFA让利，几乎只是物质上的照顾，也因此产生了台湾人不管蓝绿或是中华民国派，都是忘恩负义之辈的错觉。其实大陆无法好好统一台湾的一大关键就是太过贬低蒋家父子，而过度美化造神毛泽东。才会让台独跟美国势力得以在这个夹缝下蔓延。用得着共产党吗？你们台湾自己都把它黑成什么样子了？大陆如果说没有承认中华民国的正统性呢，大陆早就在1950年接受美国的2个中国方案进去联合国。老蒋，你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如果今天共产党说蒋介石是个好人，他自己政权就完蛋了。你得说老蒋好，我们才能统一，那统不了了。讲句最难听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但它不是主要问题。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撇除台独跟美国因素，大陆在统一上犯的最大错误。我们以往在谈到两岸死结的时候，往往都会骂民进党、骂台独、骂美国。但撇除掉这些因素，难道中国大陆这边都没错吗？中国大陆其实在两岸议题上也做错了，才会导致今天很多事恶性循环，越走越糟。虽然在有台独跟美国这2个重大错误因素下，去探讨中国大陆的错误其实意义不大，但是纯讨论嘛，大家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即使韩国于2020年当选，难道两岸就会走向和平吗？答案当然是并不会，因为两岸问题里面错的不只是民进党，中国大陆也是有自己走不出的死结，所以武统根本是难以避免的必然未来。关键在哪里？因为中国大陆犯了哲学上的错误。一，想要用联合国的标准确定自己的地位，自然会受制于联合国的运作常规，无法名正言顺的接收台湾。联合国的背后其实就是五眼联盟的那些白人，他们创造出一堆畸形扭曲的标准，延伸过去殖民帝国主义下的既得利益。例如何谓国家，在政治学上定义得很清楚。在政治学的定义下，国家的构成要素绝对没有包括被联合国承认的这一项。所以中华民国在通行的政治哲学定义下，本来就是个独立国家，这就是中国大陆犯的第一个错误。简言之就是双标，或是说引用了错误非放诸四海皆准的哲学内涵。二，中国大陆犯了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学性错误。中国被拿来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独占名词的时候，就自然限缩了中国这个字的广大性与包容性。魏蜀吴都是中国，假定在古代历史上曾有个朝代定义成中国，并且得到历史的认可后，那我们现在的国族总称恐怕就不会是中国了，必然会形成放弃中国作为统称的历史思考，就像汉一样。只是或许这不能全然把锅推到大陆头上。三，两岸之间大陆犯的第3个错误就是大陆不仁，台湾不义。如果要用现代人能懂的白话解释，就是仁就是主动对人好的能力与心态，义就是被动接受他人对你不好而不黑化的能力与心态。身为大国，如果要做到和平兼并一个小国，除了物质上，最要紧的其实是心灵上的照顾。ECFA让利，几乎只是物质上的照顾，但其实收效之少，我想跌破了历任中国领导人的眼镜，也因此产生了台湾人不管蓝绿或是中华民国派，都是忘恩负义之辈的错觉。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假如历史哥，我每年提供你5000万，让你做节目跟养团队，但我每天都用言语侮辱你的父母，你能接受吗？不行。其实大陆无法好好统一台湾的一大关键就是太过贬低蒋家父子，尤其是蒋介石，而过度美化造神毛泽东。就像我有一个香港朋友，他虽然讨厌共产党，但是因为美国跟共产党都希望贬低蒋介石，所以联合抹黑蒋介石数十年。关于蒋介石的历史论述，在整个世界早被扭曲的不像样。所以讽刺的是，我那个香港朋友很反共，当他在讨厌蒋介石这件事上是跟共产党同调的。他是一直到看完郭代钧教授的《重探抗战史》这本书之后，才从鄙视蒋介石变成尊敬蒋介石的。从90年代和平初期的时候，
大陆持续无法放下这个仇恨跟贬低，才会让台独跟美国势力得以在这个夹缝下蔓延。蒋介石不是中华民国的父母，但是蒋介石掌握国家的那段历史，却是很多中华民国人心灵上等同父母重磅性的情感依托。所以台独会在台湾蔓延扩散，共产党其实是自业自得。简单来说，就是我要一边侮辱你的父母，一边还要得到你的接受，那我就得要把你洗脑成无父无母的贼系啊！这不就是台独分子的特征吗？但是如果真的有把台湾人当同胞的大陆人，会不尊重蒋介石父子在真中华民国人心里的地位吗？很多大陆人会自动把1950年到现在这70年的中国史自然的去掉蒋介石，也就是说，台湾人是我们的同胞，共享一个历史。很多大陆人的潜意识的认知毛泽东是中国救星，蒋介石是中国罪人，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辩解，因为铁一般的事实就放在大陆所有相关网站上。中华民国1949年后的这段历史，虽然放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来说只是极短的一瞬间，但是对当下的中华民国移民来说，就是他人生的全部。大陆人把台湾人当作同胞的潜台词是一种霸道，不是王道，关键就在这边。结论很简单，也是我两岸思想的开端，简单条列如下：一，两岸要以现在大陆人想象的模式合同，不可能，有也是一方经济文化太强盛，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武统，这应该也是大陆接下来4年会采取的手段。在哲学思维上，大陆并没有准备好对内部的和平统一思考教育跟准备。二，中华邦联会是两岸合统最快的路径，只是前置作业已经荒废延误太久。要统一台湾最快的方法，就是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而且是彼此承认。很多大陆人一听到要承认中华民国，一定会气不补。但是承认中华民国跟反对统一根本是两回事，只是在狭隘的政治性眼光下，这变成政治不正确。所以如果以整个人类历史的巨大角度来看，中华民国存在与否，根本不会成为两岸人民融合为一体的障碍。对我来说，我两岸问题的立场很简单，我不反对统一，但是也不赞成为统一而统一，更不会坚持非当中华民国人不可。但将来中华民国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我也不会去到其他地方，也不会觉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很不舒服。但是只要我活着的一天，我就不会忘记自己出生在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依照现在的统一模式，最后不过是反复重演跟这次蓝白合一样的，嘴上说着求同存异，实际上操着锱铢必较的求一小心眼罢了。但是因为现在的台独氛围我们连自己是中国国族都不认同，所以我们也没什么资格去跟大陆争取什么了。我必须讲一点，就是说，与其说蒋家父子他说恨还是骂他，其实倒不是骂，而是说他其实真的托付了先辈先烈的革命路线，然后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情况。那大陆如果说没有承认中华民国的正统性来讲的话，大陆早就在1950年接受美国的2个中国方案进去联合国，而不是一直要在联合国里面一直推动所谓的谁是合法政府的正当性，就对。因为联合国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不干涉他国内政情况下的话，你改朝换代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吵出一个结果来。所以你看现在到现在联合国完全没办法去解决翁山书记跟那个缅甸军政府的问题嘛？对，因为你不能干涉他国内政嘛。大陆如果真的那么仇视蒋介石，怎么讲？我跟你讲，蒋介石在文革的时候，他的坟墓早就被刨掉了。毛泽东他们也不会去派人去保护他的坟墓，也会他如果真的愿意做来讲，他可以把所有的历史。对他一定会把所有民国历史东西全部把它抹杀掉。可是实际上，我真的有去大陆看过一些民国遗址的地方。有一个在大陆的同学跟我讲说，马英九去看那些民国史到底是谁写的，全部都是民革写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写的。我是觉得，与其大陆说他其实在反蒋，其实倒不是反蒋，而是最主要是说蒋介石其实他前面有功劳没错，不然的话，可是问题是因为蒋介石后期的时候来讲，已经变成他犯了一个很多，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到现在台湾也继续发展到一个非常悲惨的历史的悲剧跟宿命的原因，就是因为外国势力一直在掌控，就是一堆人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打着中国的旗号在反中国。
一个东西叫反动派的原因，就是他其实是违背了革命路线，不完全是因为他白色恐怖屠杀了共产党党员什么东西的。那这个东西是大陆，其实他们在回顾历史来讲的话，其实他们也只是比较公平一点，是说他没有否定蒋介石的抗日啊，他从头到尾只是说，除了正面战场，就蒋介石率领的88年抗战的正面战场，蒋介石退到重庆大后方之后以后来讲的话，整个中国境内来讲都是靠游击队跟一些所谓的特工人员在汪伪政府跟日本人的情况下，很艰辛的在跟日本人做对抗，而且还保护台湾人民。其实，因为最主要是整个两岸问题来讲的话，跟中国以往5000年史最大的不同原因，是因为出现了美国这个超级大的魔王，而且是干都干不掉的。就是很多人以为说，美国好像之前还有人帮美国人讲话说，就是说，你看那个8国联军里面没有美国啊，美国其实对中国很好。实际上，美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国家，它可以透过整个培养代理人跟当地财阀的东西来讲的话，是慢慢吸血。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大家真的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蒋宋孔才讲，它背后其实是美国势力在吸中国人的血。共产党并不是第一个出来反蒋家的，其实后面还有像民盟什么，他们其实甚至政府主导讲，民盟的势力非常大。其实民盟就已经看到说这个东西，外国人一定会吸血，把中国人吸到干为止，很恶质的掠夺来讲。你说的是蔡澜先生后来的那个八大派系吧？对啊，他们是当时候是确信有这样去提醒对，可是问题是说每个人站的角度跟看的世界会是不一样的。这个我首先说一句啊，就是用得着共产党吗？你们台湾自己都把它黑成什么样子了？共产党对老蒋的意见主要在几个方面。第一，说白了，双方还是在战争状态。第二，蒋介石当年清党杀了共产党多少人？光上海就杀了40万人。如果今天共产党说蒋介石是个好人，他自己政权就完蛋了，他下面他自己党员都摆不平，一堆人跳出来说，那我们这个革命现在白死了是吗？对吧？所以其实共产党现在都很少去提老蒋。我肯定不能说你好，那我也不想黑你。OK， 我不提你，我淡化你这个人。那共产党一直是讲这个孙中山啊是革命先烈，革命先行者，革命先烈，革命先行者，先行者，对，先行者。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共产党继承、发扬了他的革命道路。老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孙中山当年讲要联俄容共，结果你来清党。这个才是共产党对他最大的意见，而且这个也是共产党为了维护和证明自己，我的法统就在这个地方。你要说这个啊，你得说老蒋好，我们才能统一，那统不了了，这统不了。其实有很多当时候陪着北伐，去陪着国父，他一路去南征北讨，去捍卫所谓的三民主义，是有牺牲奉献过，而那些人都是到最后都有在老共那边活下来。比如说叶剑英是当时候的陆战队的连长还是排长吧，去把他救下来，然后在中山舰上去保护他的安全的。也就是说，有很多就是所谓的黄埔一期或是一些革命老前辈，他们其实是陪着国父，是一路从中华民国建立一直打到最后。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就是在台湾的朋友都知道说，因为那时候老蒋去看了苏联的状况，发现到说这样子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动荡，他害怕这样子会影响很大，也有可能，因为毕竟这些历史都还有在讨论。但很不幸的是，这些事情确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就是文革。台湾就跟中国大陆是怎样之类的。可是说实话啦，讲句最难听的，如果你现在在福建的外海的这个小岛上，把这个岛搬开来移走好了，对中国的统治来讲是有更好的方向，而不会有更坏的方向。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但它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台湾就这么小，对中国大陆来讲，你再怎么闹，除非你发动战争，我才会去弄你。而中国要的其实最主要是这个万邦来华。我所说的不是说蒋介石跟蒋经国好棒棒，而是说大陆并没有对蒋家父子在台湾的这段历史有客观的正确评价。大陆有没有正面评价蒋介石？有，但都是集中在1949年以前。抱歉，尽管现在对岸对蒋家已经没有像过去一样那么贬低了，但在知乎上我基本上是没有看到正面评价的。甚至台商在1990年代带着资金跟技术到大陆投资的那段历史，也几乎看不到有太多的评论。
我知道，如果要讲贬低蒋介石这件事情，我们台湾干的更多。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在这个讨论的最前面我就已经讲，在有台独跟美国这2大因素之下，要去讨论中国大陆对于统一的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当然，我就是想要讨论一下。